我们如同演员，经历着各自的悲欢离合，也时常会遭遇他人看似关切的目光。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这些关心时，会惊觉一个残酷的真相：很多关心只是想看你过得惨不惨，过得有没有比他好。老规矩，听钱先点赞的人，你会越来越有钱。过年回老家，本是与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刻。然而，在热闹的氛围背后，总有一些关心让人如芒在背。三姑六婆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看似关切地询问：孩子，今年工资多少啊？对象找得怎么样了？啥时候结婚呀？房子买了么？多大面积的？这些问题如同连珠炮般袭来，让人应接不暇。倘若你如实回答工资不高，工作不顺，或者尚未成家立业，此时你会在他们的眼神中捕捉到一丝复杂的神情。那或许是暗自得意，庆幸自家孩子比你过得好，又或许是一种满足，仿佛从你的不如意中找到了心理平衡。反之，若你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们则可能会转移话题，或者阴阳怪气地来一句：哟，那可真厉害，别累着自己呀。那语气就像是在给你泼冷水，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打着关心旗号的询问，实则是一场无形的比较，将你的生活赤裸裸地放在天平上，与他人衡量，满足着他们的窥探欲和攀比心。同学聚会本应是重拾往日情谊，畅谈青春回忆的美好时光。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面时热情拥抱，嘘寒问暖，让人倍感亲切。然而，深入交流后，你会发现，有些关心并不纯粹。当大家围坐在一起，话题往往很快就转到了各自的生活现状上。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收入怎么样？车子房子都有了吧？这些问题看似平常，却隐藏着一种较量。要是你过得不如意，工作不稳定，收入微薄，向他们倾诉时，他们表面上会安慰你：别着急，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可转过身，却可能在背后和其他同学议论你的落魄，将你的困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如果你发展得不错，他们可能会表现出羡慕，但那羡慕中又带着些许嫉妒，甚至会试图找出你的不足之处，来平衡自己的心态。比如，当你分享自己的事业成就时，他们可能会说：哎呀，你虽然事业好，但是肯定没时间陪家人吧，家庭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关心不过是在同学关系的幌子下，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优越感。一旦发现你过得比他们好，便会想方设法贬低你，以维护自己的心理平衡。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成为了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平日里，我们会收到许多来自朋友的消息，其中不乏一些看似关心的问候：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好久没联系了，挺想你的，最近忙啥呢？当你看到这些消息时，或许会感到一丝温暖，以为有人在远方牵挂着自己。于是，你真诚地回复，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有快乐，也有烦恼。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有些朋友只是在无聊时，顺手发个消息，打探一下你的生活状况。他们对你的快乐
可能只是敷衍的点赞，对你的烦恼却可能兴致勃勃，甚至将你的私事截图转发给其他人，当作娱乐的素材。曾经有一位网友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失业的经历，本以为能得到朋友们的安慰和鼓励，结果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失业消息被一些不太熟的朋友在群里讨论，大家对他的遭遇评头论足，有些人甚至还在背后嘲笑他的无能。这种社交网络上的关心，往往只是一种表面的寒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目的。你的生活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打发时间的谈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以此来评估自己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当我们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时，可能会产生嫉妒、焦虑等负面情绪，而当发现别人不如自己时，则会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那些热衷于打探你生活惨状的人，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比较心理，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不如意，来确认自己的生活还不算太糟糕，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例如，在工作中，同事们之间常常会进行比较。如果一个同事看到另一个同事在工作中遭遇挫折，被领导批评，他可能会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甚至会主动去询问对方的情况。看似关心，实则是在满足自己的比较心理。这种社会比较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态度，使得一些人的关心变了味。人类的好奇心是无穷的，对于他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困境，往往充满了强烈的窥探欲。这种窥探欲驱使着他们去打听别人的事情，试图揭开别人生活的面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打着关心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询问他人的隐私，深入了解别人的不幸遭遇。比如，在小区里，邻里之间有时会对某户人家的家庭纠纷或经济困境表现出异常的关心。他们会在楼道里、小区花园里与其他邻居窃窃私语，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会跑到当事人家里，表面上是去安慰，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这种好奇心和窥探欲使得他们的关心变得不那么纯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些人内心深处缺乏足够的自我价值感，他们需要通过关注他人的不幸来凸显自己的价值。当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惨时，他们会觉得自己还有可取之处，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自信和满足。这种人往往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只能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例如，在一个小团体中，有个成员总是喜欢关注别人的失败和挫折，对他人的不幸遭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不是伸出援手，而是在一旁幸灾乐祸，甚至会故意夸大别人的困境，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优越。这种行为的背后，正是自我价值感缺失的体现。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父母的关心是最无私、最纯粹的。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遭遇何种困境，
父母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当我们生病时，父母会守在床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为我们端茶送水，喂药做饭，眼中满是担忧和关切。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心情低落时，父母会耐心地倾听我们的倾诉，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告诉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气馁。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父母会从我们的角度出发，为我们分析利弊，提供宝贵的建议，却从不强迫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父母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询问，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他们默默地为我们付出，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我们能够健康快乐地生活。例如，一位大学生在外地求学，不慎生病住院，他的父母得知消息后，连夜坐火车赶到学校所在城市，在医院里日夜陪伴着他。为了让儿子吃到可口的饭菜，父母每天早早起床，去医院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在医院的食堂里为儿子做饭。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儿子的病情很快好转。这种无私的关爱，只有父母才能给予。除了父母，真正的挚友也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毫无保留的关心和支持。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春风得意时，围绕在你身边阿谀奉承的人，而是在你落魄失意时，依然不离不弃，陪伴在你身边的人。他们会与你同甘共苦，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痛苦。当你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你解决问题。他们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不带有任何功利性。比如，有2位相识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位创业失败，背负了巨额债务，生活陷入了困境。另一位朋友得知后，不仅主动借钱给他缓解经济压力，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他介绍新的工作机会，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这位创业失败的朋友逐渐走出了阴影，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这种真挚的友情在困难时刻显得尤为珍贵。真正的朋友会用行动诠释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伴侣是我们携手同行的人，也是给予我们关心和关爱的重要角色。一个真正爱你的伴侣，会在你疲惫时，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依靠；在你迷茫时，与你一起探讨人生的方向，为你指引前路；在你遭遇挫折时，与你共同面对困难，鼓励你勇敢前行。他们的关心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意。例如，一对夫妻在生活中遇到了经济危机，家庭收入大幅减少。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丈夫没有抱怨，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也不忘关心妻子的情绪。妻子则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家务，为丈夫减轻负担。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度过了生活的难关。这种在困境中相互扶持的感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伴侣之间真挚的关心和深厚的爱意。面对他人的关心，我们不能盲目接受，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其真假。真正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真诚和善意，而虚假的关心
往往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让人感觉不舒服。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语气神态等细节，来判断其关心的真伪。例如，如果一个人在询问你的情况时，眼神游离，语气敷衍，或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断追问，那么这种关心很可能是虚假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对方在你遇到困难时的实际行动。如果只是口头上的安慰，而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那也需要谨慎对待。当遇到那些虚假的关心时，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巧妙的回应方式，既不伤害彼此的关系，又能避免陷入尴尬的境地。比如，当别人询问你一些私人问题，而你又不想回答时，可以采用模糊回答的方法，用一些笼统、含糊的话语来敷衍过去。例如，别人问你工资多少，你可以回答还可以，够生活开销的。如果对方追问你的感情状况，你可以说随缘吧，一切看缘分。另外，我们也可以运用反向提问的技巧，将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当别人问你工作怎么样时，你可以反问你呢，最近工作还顺利吗？这样既能巧妙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又能让对方感受到被关注，从而缓解尴尬的气氛。此外，幽默化解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用幽默的语言来回应对方的关心，既能展现自己的豁达心态，又能让对方明白你的态度。比如，别人问你为什么还没结婚，你可以笑着说，我在等那个对的人迷路呢，等他找到我就结婚。无论外界的关心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坚守自己的内心，不被他人的看法和评价所左右。我们的生活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不要因为别人的虚假关心而感到沮丧或自卑，也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要轻易向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只有坚守自我，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独立和自信，不被虚假的关心所干扰。